Rain， 一名资深警察，不是韩国演员 Rain， 而是 Rainwater 的缩写。他已在警察队伍工作了23年，忠诚、有原则，与妻子特雷西 Tracy 和终生好友贾克斯 Jax 关系密切。当贾克斯在一次家庭纠纷中救了他的命时， Rain 答应了他任何事情以表示感激。当身患绝症的贾克斯请求一个令人震惊的帮助，这打破了 Rain 的婚姻和道德界限时，这个誓言受到了最终的考验。随着背叛和心碎的展开， Rain 踏上了一段旅程，在信任的残骸中寻找方向，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份，并重新定义沿途的关系。大家好，感谢您与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我真心希望生活能善待你和你所爱的人，让每一天都充满信任和温暖。愿你永远不必感受到背叛的刺痛或欺骗的沉重。但如果生活确实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我希望我的故事不仅能提供勇气和智慧，甚至还能提供一点洞察力，一个帮助你找到度过那些困难时刻的解决方案。愿真爱常伴您左右，幸福常在您身边，平安喜乐常伴您左右。在我们翻到下一章之前，不要忘记订阅关系故事，相信我，你不会想错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未来的每一刻都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我迫不及待地想与您分享。可恶，我讨厌国内的人。当我们把车停在公寓楼前时，我向我的搭档贾克斯发牢骚：我支持你，兄弟。让我们把这件事结束吧，他回答道。在我23年的警察生涯中，我处理过的几乎所有家庭骚乱都在大量的喊叫、威胁和偶尔的拳头之后悄然结束，但很少有人被捕。当警察被叫来时，夫妻之间的争吵已经演变成相当紧张的局势，但当我们到达时，争斗者通常会恢复理智并平静下来。我怀疑深蓝色制服和枪支可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然而，时不时的事情就会出岔子，穿制服的人最终会成为这对打架夫妇的坏人。我以前在国内比赛中被拳打脚踢，被咬伤过。我几乎宁愿面对一个挥舞着武器的歹徒。当我们到了夫妇俩的公寓门口时，一个身材高挑、漂亮、侧脸有一块暗红色淤青的女人让我们进去。她告诉我们她的男朋友在厨房里，所以我离开了我15年的伴侣沃尔特·杰克逊和那个女人在一起，而我小心翼翼地朝她走去。男人站在那儿，冰箱门开着，喝着啤酒，看上去有些茫然。他的右眉毛上方有一个大伤口，血从他的脸上流下来。我们安静地交谈了1-2分钟，几乎在听到枪声的同时，我感到右三角肌一阵剧痛。我回头一看，看到那个女人拿着一把小手枪，正要再次开枪。这时我听到第2声爆炸，那个女人倒在地上死了。你们2个还好吧？当他走近时，贾克斯喊道：哦，该死 ，Rain， 你被击中了。我用另一只手抓住肩膀，拉回了一把血。透，我嘀咕道。在部队工作了23年，我开枪的第1颗子弹是在国内的一家警察局。我的手臂抽痛，流血严重，但由于他比我折断它时更痛，我希望它不会造成太多的骨头损伤，如果有的话。男朋友从抽屉里给我拿了一条干净的毛巾，而贾克斯则在女人的尸体周围移动并叫来了她。当护理人员到达我身边时，男朋友和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来电。当护理人员把我的情况稳定下来，准备去急诊室时，贾克斯过来检查我的情况。发生了这一切，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肾上腺素水平飙升，我非常感谢贾克斯救了我的命。天啊，贾克斯，我很高兴你在他向我射第2颗子弹之前抓住了他，我说。你救了我的命，伙计，我欠你一个大人情。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是你的人。尽管贾克斯最终救了我的命，但他却因为制造了这种情况而被罚了3天。看来我们到达现场后不久，他就让女朋友独自去洗手间，而他则拿着一把22手枪从洗手间偷偷溜了出来。我花了大约2个月的时间才重返现役，因为小口径子弹只划伤了一根骨头，但当我回来时，贾克斯不再是我的伙伴了。他工作了25年，
带着养老金退休。我试图说服他不要这么做，但他说他受够了所有这些废话，不再当警察了。该死！除了是一位亲密的私人朋友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合作伙伴。2个月后，他振作起来，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成为一名作家。当畅销书作家沃尔特·杰克逊回到小镇访问时，这总是一件大事。镇上的一家电视台总是想追到最喜欢的儿子，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是有人来找他签名，手里常常拿着他的一本书让他签名。这对我的妻子特雷西和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贾克斯总是和我们一起在城里待上1周左右，我通常会休假几天，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出去玩，回忆往事和喝酒。特雷西和我在成为地铁警察局的合伙人之前就认识贾克斯了。事实上，我们3个从大约5岁起就一直是朋友，并且住在同一个街区。我们实际上是3个火枪手。当你看到我们其中一个人时，另外2个人可能就在附近。特蕾西有点假小子，所以当我们打棒球和军队时，他就在我们身边，而附近的其他女孩则在玩洋娃娃和装扮。当我们进入青春期时，事情变得有点奇怪。特蕾西的胸部隆起，她瘦小的臀部突然充满了她的牛仔裤和短裤。她的母亲认为这不合适，所以她不得不停止和邻居们一起踢足球。很快，她就花更多的时间和其他女孩在一起，挤在一起，窃窃私语，咯咯笑。当我发现贾克斯邀请特蕾西作为他参加8年级情人节舞会的舞伴时，我觉得更奇怪了。在活动开始前的几周里，他们2个一直在窃窃私语，咯咯的笑。然后我发现他们在学校走廊里贾克斯的储物柜旁接吻。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人。我们不再是3剑客，现在是2个火枪手和1个外人。至少我的感情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尤其是当舞会结束后，2人仍然是情侣时。他们2人在8年级剩下的时间和9年级的大部分时间里继续约会，直到贾克斯犯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那年春天，他在露天看台下亲吻玛丽·卢·雷根被抓到。第2天结束前，这个消息就传遍了罗伯特·弗罗斯特高中。特雷西突然成为了自由球员。1天之内，我就从一个几乎被放逐的人变成了一个可以安慰他的朋友。我想我可以说我没有骄傲，但我在1秒内取代了特雷西心中的贾克斯。我从来没有干涉过特雷西和贾克斯之间的关系，但我会毫不犹豫地宣布特雷西·沃森这个奖品。1周之内，她就成了我的女朋友，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内疚。1个月后，贾克斯对玛丽·卢的迷恋结束了。他试图说服特雷西回到他身边，尽管他知道他和我在一起。那是我和他多年来的友谊中唯一一次吵架。就特蕾西而言，他告诉他，他和我在一起，对他不再感兴趣。几周后，他似乎接受了他的决定。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慢慢地恢复了我们的友谊。当特蕾西和我从密歇根州立大学毕业6个月后结婚时，贾克斯是我的伴郎。当我刚从学校毕业就加入警察队伍时，他已经在警察部队工作了2年。8年后，当我们成为搭档时，我成为了一名中士，他成为了一名侦探。我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合作。不幸的是，对于贾克斯来说，他与女性的伙伴关系并没有我们的联盟持续的那么久。他的第1次婚姻只维持了3年，第2次婚姻也只维持了5年，2者都因他作弊而结束。你了解我 ，Rain。我喜欢多样性。只要有一个女人，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得有点老。有一次，我们开车在城里转时，她告诉我，特蕾西是一位很棒的女人，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只有一个女人，我。尽管贾克斯无法抓住女人，但他仍然是我们俩的好朋友，也是我们2个孩子的好叔叔。他总是被邀请到我们家过节和生日。在他单身的那些年里，他经常和我们一起度假。看到贾克斯前往加利福尼亚，我们所有人都很遗憾，但我们都期待着他回来。当他来拜访时，孩子们尤其高兴，因为他总是给他们带回很棒的礼物，尤其是在他成为一名成功的作家之后。这一次，贾克斯来到我们家的头2天显得有些拘谨。
我想，在我接近他之前，我应该给他几天的时间来找我谈话。当他用我的名字梅森称呼我，并说我们需要谈谈时，我知道事情很严重。你还记得我在家里射杀了那个女人，并救了你的命吗？一天晚上，当我们两个坐在家庭活动室看电视时，特蕾西在厨房准备晚餐时，她轻声说道：“我怎么能忘记这一点？你每天来看望我们，或我们来看望你时，都会提起这件事。”我说，为这已成为一个流行的笑话而咯咯笑。好吧，我需要请你欠我一个人情。他说，从他坐的椅子上向我倾身。我快要死了，梅森。真的。医生说我只剩下1年的时间了。我脑中的肿瘤无法手术。我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贾克斯可能是个很爱开玩笑的人，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并不是在给我设下陷阱。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这么认真地说，就像我一生中对任何人的回应一样。我想要进行最后一次愿望清单上的环球旅行，我想用我的旅行写最后一本书。我想带着特蕾西一起分享我的冒险经历，并成为我的转录员。他说：“等一下。”听起来他像是在问我是否可以带我的妻子在他去世前进行最后一次环游世界。他不可能是认真地问我这个问题，不是吗？你告诉我任何你需要的东西。我是你的人，还记得吗？他说。我头晕目眩，我的胃感觉就像被重击了一样。你就不能认真点吗？我低声说道。我从来没有向你许诺过我的妻子，我不能也不会向任何人许诺她。我已经和她谈过了 ，Rain。他明白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他说他同意。贾克斯平静而严肃地说：“不，不，不，我不在乎他说什么。你不会带他一起走。我答应过你任何事，那并不意味着任何人。”我说。别开玩笑了。但你答应过我的，贾克斯抱怨道。在我救了你的命后，你向我保证，我要什么你就给我。我知道这很多，但我只有1年的时间，在那之后我就死了。它可以永远属于你。你自己听到了吗？我答应过你任何事情，没有向任何人保证。而且我不会把我的妻子给你1年。我很抱歉你要死了，但我不会把我的妻子1年给你拉皮条，或者任何人。我说，我的声音提高了。你向他保证过 ，Rain， 无论你想如何解释他，既然他快要死了，我就会兑现这个诺言。特蕾西站在房间的门口，双手放在臀部上。我抬头看着妻子那双闪烁着疯狂光芒的眼睛。这仍然不会发生。他要我放弃你1年。我从来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没有人能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我从来没有向他承诺过任何人。我和特蕾西争辩道：“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你不属于我。我走。”特蕾西在走出房间之前几乎对我大喊大叫：“如果你以后要毁了我的命，为什么还要救我的命呢？”我问贾克斯。我不会毁掉你的生活 ，Rain， 他回答道。我一直爱着特蕾西。那些年前我就不应该让他离开。他会分享我最后的冒险经历，你知道我会善待他的。然后随着我的离去，我知道他又完全属于你了。我不能这么做，贾克斯。1年之内，我不会给你我的妻子，即使你会死后。事实上，如果你没有死，并且问过我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杀了你。我咆哮道。贾克斯，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我。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会让你借用特蕾西1年呢？因为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 ，Rain。你知道我会照顾他，我会尊重他。我永远不会强迫自己做一些有辱人格的事情，或者他没有做的事情。我不想这么做。然后我就会离开，永远，并且不用担心我将来会回来追他。他的语气比我更加务实。意料之中，但他的语气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我的决定。贾克斯，有你的钱，你为什么不找一个高价的映照女郎，或者一个2流明星呢？我问。你没明白 ，Rain。我快死了，快死了，这就是我的了。我想让我的最后一次欢呼成为真正的欢呼。贾克斯断言。
多年前我就错过了与特蕾西在一起的机会，但她一直是我想要的女人。她愿意让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她会留在特蕾西之间，你和我都不会知道。我会知道的，贾克斯。那不是我。我像兄弟一样爱你，但我不能把我的妻子给你。兄弟，我不确定你是否能控制这种情况。他说，我知道我无法控制局势，但当我有机会与特蕾西交谈时，他肯定会以我的方式看待事情。他和贾克斯显然在背后议论我，这让我很不高兴，但他肯定是通情达理的，不是吗？大约10分钟后，特蕾西宣布晚餐准备好了。他和贾克斯吃得很饱，是愉快的晚餐伙伴。我确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利益，而我感觉自己正在吃侥幸假前的最后一顿饭。整个晚上，两人继续开玩笑，而我则假装对电视上的内容更感兴趣。贾克斯好几次试图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谈话，但我不想从我的忧郁中分心。最后在晚上9点左右，特蕾西宣布他已经准备好睡觉了，这是他向我暗示是时候谈谈了。当我走进房间时，特蕾西已经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我们总是裸睡，但当他开始拍打床时，我知道他在想把我操到床垫上，以帮助我以他的方式看待事物。我穿上衣服，坐到房间的椅子上。不错的尝试，宝贝，但我是用我的大脑来做这件事，我说。他哼了一声，但大约有1分钟没有说话。他快死了，雷恩。他是我们最老的朋友，他快死了。我要把这个给他，特蕾西说道，他的蓝眼睛里闪烁着反抗的光芒。你要把这个给他吗？我回应道。作为你的丈夫，你不觉得这是我们的决定吗？我问。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你对此没有发言权，他开始说道。这是我们的誓言，特蕾西，我打断道。你故意违背的誓言是我们的。你不认为这让我有发言权吗？他脸色涨得通红，目光垂向床上，告诉我他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场争吵。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 ，Rain， 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但这不一样。他快要死了，而他是我们最老的朋友。那不是爱，而是我用我的身体来安慰我们最老的朋友。在他临死的几个月里，他推理道。所以现在你他妈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真的，这太可悲了，宝贝！我喊道。你以后打算开始操每一个垂死的朋友吗？他对我咆哮，然后深吸了一口气，重新开始。我可以安慰他，并帮助他完成最后一本书。不管你是否同意，我都会这样做。他去世后，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这正是我的想法。没有讨论，他已经为我们俩做出了决定，剩下的只有泪水。孩子们呢？我问。孩子们呢？除了我要去帮助贾克斯叔叔之外，他们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他尖锐地说。你他妈在开玩笑吧？我几乎喊出了声。我们的孩子都不傻，他们会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猫，让他们的母亲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一起在世界范围内嬉戏。你这样做已经够不尊重我了。我不会让他们认为我是洛基山脉这边最大的戴绿帽子的人，我会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解决问题。你不能这么做。他们会认为我是个荡妇。如果一个女人和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私奔了1年，你会怎么称呼她？我问。但这次不同，他快死了。我会安慰他，他声称。随你怎么称呼。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会称你为荡妇，简单明了。我说。你确实向他承诺过任何事情，他说。很好的尝试。我答应过他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人，我说。但这告诉我，你们2个已经谈论过很多次了，而我只是站在外面看着。做你觉得你需要做的事，宝贝，但请记住，行动会带来后果，我补充道。第2天，我再次尝试与贾克斯合作。兄弟，我们已经是大约50年的朋友了。不要这样对我，对特蕾西，我说。没关系 ，Rain。他不像爱你那样爱我，贾克斯说。你是他的丈夫。
我只是一个朋友，他像朋友一样爱我，一个好朋友，但这远不如他爱你。他会完全回到你身边。我只是一个希望是美好的回忆，但也只是回忆。但是如果他回来时我不在怎么办？我问。他回来的时候，你不会傻到不在他身边。贾克斯毫不犹豫地回答。你爱他，你们已经永远结婚了。这不会太久。我会消失，死了，而他将再次属于你。请把这个给我 ，Rain， 求你了。我摇摇头，起身就走。那天晚上我们刚开始吃晚饭，他就在餐桌上向我走来，贾克斯就坐在那儿。我猜他认为，既然我不会让他强迫我同意他们的计划，他们就可以在餐桌上争论时包夹我。不会离婚的，雷恩·特雷西说。你爱我，我知道，你也知道。我爱你，你也知道。贾克斯是我们最老的朋友，他快要死了。我们会为他做这件事。我不能保证这一点，特雷西。我根本不同意这件事，我说。接下来的2天，我们又进行了几次类似的讨论。第3天，一辆豪华轿车出现在我们的车道上，贾克斯和特雷西各拎着2个手提箱下楼。我没有主动帮忙拿行李，所以事情就会是这样。我问。我的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世界各地玩过家，而我只是应该像那个孝顺的戴绿帽子的丈夫一样在这里等待。我想，如果我幸运的话，也许你会比预期早死。贾克斯对此皱起了眉头。我的妻子怒目而视。我没想到你会如此小气和卑鄙，他哭道。我从没想过你会成为一个妓女，而你会成为一个掠夺者。我说，从特雷西转向贾克斯。他抿起嘴唇，看上去想要回答，但贾克斯看着他，摇了摇头。Rain， 事情不必这样 ，Tracy 说。是的，确实如此。我低声回答道。说完，他跟着贾克斯出了门。直到那一刻之前，特蕾西和我每次离开彼此时都会用吻别。现在他要离开大约1年，成为我以前最好的朋友的妻子、伴侣、妓女、秘书、看护人，而我神志没有在嘴唇上啄一口。我想，这准确地表明了我这些天的处境。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禁毒战争吗？好吧，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它。于是，立法者决定向敌人投降。我们不断让越来越多的事情合法化，但这仍然无法阻止大部分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我们即将查获可卡因，这将在一段时间内大大减缓我们地区的交通，所以我下周的工作非常忙碌。由于家里没人等我，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这让我不再担心特雷西和贾克斯的私奔。2人离开已经5天了，我却没有听到任性妻子的半句话。公平地说，我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或发短信，但我又不是离开的人。嘿，爸爸，你好吗？那天晚上我正在看电视时，我女儿斯特拉问我，她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的？你还想妈妈吗？不，宝贝，我并不想念你的母亲，但我确实想念晚上有人陪着我。我正在考虑养一只狗作伴。我回答道。你认为他1年后就会离开吗？你认为贾克斯叔叔还有那么久吗？他问道。在这一点上，尽管我不在乎，他明天可能就会死，而在这一点上，这仍然对我们的婚姻没有帮助等等。什么？你们在谈论离婚吗？但是妈妈说你允许他帮助贾克斯叔叔，斯特拉哭道。真的吗？他就是这么告诉你的。我询问道。得了吧，斯特尔，你比那更了解我。我不会让我的妻子跑去跟贾克斯叔叔玩过家，哪怕是3天，更不用说1年了。你认为他会和他一起睡吗？我以为他只是帮他看书、吃药之类的，你知道，就像星期5女孩一样。他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对32岁女儿的天真感到震惊。她不需要你妈妈照顾她做笔记和解析她的药物，斯蒂尔。现实一点，我说。电话那头沉默了整整10秒钟，最后他低声说道：是的。对了，对不起，爸爸。我也是，宝贝。我也是，我低声回答道。2天后，我接到了妻子的第一个电话，
这不仅仅是一次愉快的追赶电话。你这个混蛋，你竟然告诉我们女儿我是个荡妇！他在电话里对我大喊大叫。我很好，特蕾西，没有你我也过得很好。希望你旅途愉快。我尖锐地说。我听到他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他生气时的说法之一，但他知道自己错了。你真的好吗？他用恼怒的语气问道。你吃得好吗？照顾好自己吗？谢谢你的寒暄，但你知道你一点也不关心我。现在你的内裤怎么了？我问。你告诉我们的女儿我是个荡妇，你怎么能这么做 ，Rain？ 他问道。我没有告诉我们的女儿你是个荡妇，我回答道。在你肯定对她撒了谎之后，我告诉了她你对贾克斯所做的事情的真相。我没有对她撒谎，特蕾西打断道。我只是没有告诉她一切。无论叫什么名字，都是一朵玫瑰，特蕾西。遗漏的谎言仍然是谎言，我指出。我期待着得到的沉默。听着 ，Trace， 虽然我不会向全世界大声说出你的活动，但我也不会为你撒谎，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如果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内疚，那么也许你不应该这样做。我说。太好了，现在你既是我的良心，也是我的丈夫，他尖刻地说。好吧，我确信我们可以很快放弃其中一个头衔，我尖刻地反驳道。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不离婚，特蕾西说。不，你说了。我听了。不是讨论，我说。我没有听到任何回应或任何噪音，所以我以为他挂断了电话。我认为这是手机最大的缺点之一。第二天晚上，我意外地接到了我以前最好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当我看到是谁时，我本想根本不接电话，但我按下录音键接听了。来吧，雷恩，你知道你不必对特蕾西做那样的事。当我回答时，他开始说道。就好像你有资格教训我一样，混蛋。你没必要抢走我的妻子。我平静地回答，尽我所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但既然你这么做了，他就应该有勇气告诉斯特拉真相，全部真相，而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错而经过消毒的版本。他是个荡妇，无论你怎么想，贾克斯，而你是那个卑鄙的人，把他变成了这样。我听到了沉重的叹息声。我快死了的哪一部分你不明白？1年后我就不会再来这里了。你们2个会坐在沙发上依偎在一起，可能甚至不记得你的老朋友了。他说。我没有偷他，我只是在进行最后一次人生愿望清单上的环球旅行时借用他一段时间。你会拒绝他那次旅行吗？我知道你负担不起。他问道。是的，我愿意，因为我是个自私的混蛋。她是我的妻子，如果我没有能力带她去环游世界，她也不必为了得到她而出卖自己。我说。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么爱发牢骚、正义感十足的小贱人了？他问道。晚安，贾克斯。2天后的晚上，我收到了妻子的短信。这是一张她穿着暴露的比基尼的照片，皮肤晒得黝黑，手里拿着泡沫饮料。我浏览了随附的文字，发现她很享受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海滩上的时光。她告诉我，她会尽力让我了解她伟大的冒险的最新情况。我想，他真是大度啊。我没有回应。他显然也给我们的孩子发了短信，因为他们都提到在我第2天接到的电话中收到了他的照片。至少，当我们谈话时，斯特拉很有风度地表现出有点不安。作为一名警察，你会遇到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包括很多律师。老实说，尽管我有很多关于律师的笑话，但我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对他们有那么大的问题。律师和记者一样，都是必要的罪恶，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在那一刻，我需要一位好律师，所以我给我的朋友打电话，询问他离婚时用谁作为他的律师。特怀拉·卡拉斯 （Twyla Caras） 在他那个时代可能是一只严肃的狐狸，因为他在60岁出头时仍然是一位女神。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着一件相当合身的黑色毛衣连衣裙，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注意力可能没有那么集中。
我至少能够避免自己盯着他脖子上的金项链，项链离他低胸前胸的开口相当近。当他伸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时，他钢蓝色的眼睛几乎在眼窝里闪闪发光。亚历克斯·米德尔顿说：“你是一个好人，所以这让你在阶梯上上升了几级。”他一边说，一边引导我坐在他大办公室的木桌旁。我能提供什么帮助吗？为了避免因流口水流到他身上而让自己难堪，当我讲述我的悲惨故事时，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敏锐的眼睛上。当我说话时，他做了笔记，并用同情的目光看了我好几次。所以你们俩都不用担心孩子了？他问道。不，长大了，独立了。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了。好吧，我想只有我1个人了，我说道，有点不自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全身心地爱着他，他和他一起离开了。我不在乎他是否会死。她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而我不在乎，我们对此没有任何愧疚感，而且我很确定其中没有针对临终朋友的超时条款，我评论道。我告诉卡拉斯女士，我希望尽快为特蕾西提供服务。当她看着我时，我可以看到她脑子里的轮子在转动。她告诉我，如果没有2人的议程，让她在世界某个地方服务将非常困难且非常昂贵。我需要对事情进行一些检查，但我认为你需要放慢速度，让事情更加有机地发生。当他不在国内时，法院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事实上，我建议你在他回家之前不要这样做。我不得不承认对他自由放任的态度感到困惑，但我注意到他微笑时看起来完全是鲨鱼。当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笔记时，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因为他的眼神变得如此冰冷。我和孩子们偶尔会收到特蕾西从不同地方发来的短信和照片，我看着他们，但没有回应。我知道孩子们已经开始与特蕾西回信，但大多数时候都只给自己发短信，试图将我的痛苦降到最低。我承认，我觉得2人都在背叛我，但事实上，特蕾西仍然是他们的母亲。我想与她保持联系，对他们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当然，我以为特蕾西向我发送短信和照片是为了保持我们的联系，但发送显示他和贾克斯看起来像一对幸福的已婚夫妇的照片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他们2人搂着对方，紧紧拥抱，或他微笑着坐在他腿上的照片，并没有让我感觉更亲近或更宽容我的妻子。我还注意到特蕾西现在左手上戴着的戒指与我多年前给她的订婚戒指和结婚戒指不同。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在一张2人坐在椅子上的照片中，特蕾西左手拿着一滴香槟。当然，我把照片放大到足以看清她。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我对着我所坐房间的4壁愤怒地嚎叫。幸好他和贾克斯都没有出现在我面前，否则我可能会进监狱。每个蓝色月亮，特蕾西都会打电话并留言，贾克斯也是如此。他们都坚持认为特蕾西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是特别的。当贾克斯离开时，他会完全回到我身边。当我听到这些信息时，我总是对自己说，太晚了。一天下午，当我值班时，我的小女儿洛瑞哭着打来电话。当我接到电话时，我正坐在唐恩都乐里，喝着一杯热咖啡，吃着2个甜甜圈。是的，关于警察和甜甜圈的事情是陈词滥调，是有原因的。不管怎样，贾克斯叔叔的健康状况似乎开始明显恶化。特蕾西一直打电话给女孩们，让他们了解最新情况，同时也发泄一下，因为他通常会向他发泄的人也是那个威胁要和他离婚的人。骗人的屁股！妈妈打电话说，贾克斯叔叔可能已经生命最后几周了，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停止世界巡演，在一个有好医院的大城市里蹲下来，也许是一个有临终关怀的地方。洛里抽泣道。妈妈泪流满面，她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在他们挑选医院时跳上飞机去见他们。贾克斯叔叔会付机票钱，你知道，我们是他最接近家人的人。从前，宝贝，我们是那么亲密，但是当你母亲和贾克斯离开时，那些日子就过去了。你所说的我们不包括我，我说，你不可能是认真的，爸爸。洛瑞嚎啕大哭，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们2个一直是朋友，永远。
他也是妈妈最好的朋友。你不能那么记仇。看着我，我说，你知道妈妈在这次旅行期间一直和贾克斯叔叔一起睡觉吗？是的，爸爸。他们离开后不久，斯特拉就告诉了我。我猜你告诉了斯特拉，洛瑞说。这并不困扰你，你妈妈和贾克斯叔叔发生性关系。我尖叫着，声音都碎了。电话那头一片寂静，只有洛瑞在轻声哭泣。你的母亲，我的妻子，一直在和我整个旅途中最好的朋友发生性关系。他们都不尊重我，因为他们想用他快要死了的借口作为他们的理由是，他从来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我的允许，无论你怎么称呼他，都违反了我们的结婚誓言。该死的，爸爸，真是太冷了，我女儿断言。不用说，1周后，当特雷西打电话给女儿们说贾克斯在日本的一家医院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天时，我没有和女儿们一起去。6天后，斯特拉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我的家人和他的遗体将在2天内回到美国。由于贾克斯已经安排好了，葬礼定在他们回来后2天举行。当我打电话告诉律师我的妻子要回家时，我对律师对离婚申请的悠闲态度感到非常不安。你相信我吗，雷恩？他问道。如果你这样做了，听我说，在宣读贾克斯的遗嘱之前，不要提交针对你妻子的文件，我不要那个混蛋的钱。在他打断之前，我开始大喊。我知道你不知道 ，Rain， 他平静地说。但你想要报仇，我可以帮你实现。你相信我吗？我不明白那个女人敏锐的头脑里到底在想什么，但出于某种原因，我信任她。我想时间会证明一切。我在机场见到了他们的家人，我拥抱了我的女儿们，但当特蕾西试图拥抱我时，我用僵硬的手臂阻止了他。当他碰到我的手时，他说道 ：“Rain， 我们已经有11个多月没见面了，你不会这么冷吧？”他眼含泪水问道。我就是那么冷。我看着我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走出家门，与他发生性关系，大约1年，直到他去世。我咆哮道：“你还在意这个吗？”他抱怨道：“这只是和一个好朋友发生性关系，我没有像爱你一样爱他。”我安慰他：“他快死了，你这个混蛋，你只是不断地告诉自己，你这个妄想的婊子。”我回答道。葬礼和土葬均在当地举行。因为贾克斯是我们警察队伍中的一名25年的成员，所以这些人都出动了，他得到了完全的安葬荣誉。当地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甚至还有几个国家新闻工作人员在附近。我们的警察局长罗布·吉尔福德 （Rob Guilford） 对寻找故事的媒体人员感到不知所措，因此他要求我作为贾克斯的前搭档挺身而出，处理媒体和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我断然拒绝了他，然后告诉了他原因。警队中只有另外一个人知道我妻子的背叛，所以当我告诉罗布时，他几乎和我一样悲痛欲绝。我真的很抱歉 ，Rain。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就不会问了，罗布说。我知道，老板。如果你能把这件事保密一段时间，我会很感激。我很快就会申请离婚。我说。我很惊讶你还没有这样做，他说。我也很惊讶你没有向你的前伴侣和你的妻子开枪。你不是喜欢那种事情的人之一，是吗？他面色羞涩地问道。不，但我也不是那些想在监狱里的淋浴间玩丢肥皂的人。你知道，前警察通常在里面表现不佳，我回答道。尽管如此，作为他的前搭档，我仍然有责任为他致悼词。我知道这让我的妻子非常紧张，想象着我会说什么。有几次，当我坐在家里的办公桌前准备演讲时，特蕾西就潜伏在后台。别担心 ，Trace， 我不会因为你们变成渣而放弃你们2个，我粗声粗气地说。不是为了他或你，而是为了那些家伙。他们不需要被卷入你的可疑行为网络中。他的眼里闪烁着愤怒的光芒，但他发现不要再惹怒我对他有利，于是他就走开了。葬礼后的午餐会在当地的 PAL 俱乐部举行。房间里的画架上散落着几张贾克斯的大照片，大部分是他当警察时的照片，
也有几张是他作为成功作家和名人时期的照片。特蕾西想使用贾克斯旅途中在电脑上写作时他拍摄的一张照片，但我立即否决了这一点。除非你把你的冒险经历告诉了一群朋友，否则警队里只有2个人知道你是一个应受谴责的妓女，而且没有人会出于对我的尊重而赶走你。你让我戴了绿帽子，我也不会让我成为一个可悲的懦夫。我宣称。当我告诉特蕾西和女孩们我们回家时，她正在我们的客房里瀑布时，她感到震惊。她走后1周，我就把她所有的衣服搬出了主卧室。他们都抗议了几分钟，直到我威胁要让他们所有人在休息站下车。自从我深爱的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我以来，我已经独自生活了大约1整年。我说，我可爱的女儿们来了几天，但几乎都是我一个人。我来来去去，随心所欲，按照我想要的方式生活。你过着周游荡荡的荡妇生活。好吧，欢迎回到现实世界。如果我们连睡觉都不在一起，我们怎么能重新建立联系呢？特蕾西嚎啕大哭。我们应该重新联系并回到原来的地方。是的，你一直这么说，但我不敢相信，毕竟这么长时间以来，你对我还不够了解，知道这永远不会发生。你毁了我们的婚姻，你和另一个男人一起荡妇。贾克斯叔叔快要死了，爸爸。在我打断之前，斯特拉开始说道，你们2个女孩有没有告诉你们的丈夫，你们母亲在我们婚姻中断1年的时间里到底做了什么？我尖锐地问道。没有听到任何回应，我继续说道，为什么不呢，女孩们？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丈夫不会同意，因为他们不可能让你们做你们母亲所做的事情。为什么我的妻子可以成为 slut， 但不能成为他们的妻子？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保持沉默，直到我告诉特蕾西新的睡眠安排。贾克斯葬礼几天后，女孩们回到了她们丈夫身边。屋子里安静的就像我一个人的时候一样。我已经习惯了独自一人时的沉默，所以现在特蕾西回到家后，我觉得没有必要打破我的惯例，尤其是因为我没有什么有效的话要对她说。我也继续自己做饭，特蕾西做饭时我没有参与。这绝对是荒谬的。5天后，当我再次无视她的晚餐邀请时，她尖叫起来。是的，我很确定，在你抛弃我去享受你的荡妇世界巡演之后，我也说过好几次了，在你再说一遍之前，是的，我知道他快死了。那他妈的又怎样？这并没有给你们任何一个人做你们所做的事情的权利。这只是你们2个做爱的廉价借口，别再公开的表现的好像你做了什么高尚的事。你为贾克斯张开双腿，一点也不高尚。我并没有忘记特蕾西从未为他的不忠道歉。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意。天啊，他甚至没有为他的背叛伤害了我而道歉。难道他真的这么妄想，这么以自我为中心吗？与另一个男人一起环游世界近1年的时间给了我所需的所有答案。因为贾克斯没有亲密的家人，并且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所以他在去世时设立了自己的遗产和遗嘱。读书会定于葬礼后3周举行，唯一得到特别邀请的人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或者至少特蕾西和女儿们，可能会继承他的大部分遗产，我猜有几百万美元。正如我告诉我的律师的那样，我不想要他的任何钱，因为我觉得特蕾西是靠他赚来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告诉我要参加读书会，无论发生什么都要闭嘴。答应我 ，Rain， 答应我，你不会在读经时对任何人说一句贬低的话。任何你想说的，你都可以在第2天我们的约会时告诉我。特怀拉说。我答应了。不幸的是，但我答应了。孩子们已经回家宣读遗嘱，所以我们与配偶和孙子们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时光。特蕾西准确地指出，如果他能搬回我的卧室，并将客房让给孙子们，那就舒服多了，但我立即否决了。他不可能有机会试图操我，让他回到我的生活中。在读书会上，当贾克斯给我的每个女儿留下1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他们把他当作叔叔，这些年来他对他们一直很好。他还向我们社区的 United Way 留下了100万美元，并向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留下了100万美元。
还有几项较小的遗赠。我可以看到特雷西在每项遗赠宣布时都在期待中抽搐。遗产律师随后宣布，下一个请求是贾克斯遗产的剩余部分840万美元和他在萨克拉门托附近的房子。最后这笔钱落到了我的手里。特蕾西高兴地尖叫起来，而我则震惊地坐在会议桌旁。我开始说点什么，但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我对特怀拉做出的承诺，于是闭嘴了。特蕾西站起来想要拥抱我，但当他看到我的怒视时停了下来。律师差点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打断了我们的闲暇时光。我试图把手抽回来，但他不肯。你真的需要读一下这篇文章，雷恩沃特先生。它可能会让你对某些事情有不同的感觉，他说。孩子们拥抱着我，流着泪。我的2个女婿像柴郡猫一样咧着嘴笑。特蕾西笑得合不拢嘴。我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一场噩梦中。我知道我必须说点什么，所以我邀请大家共进晚餐，当然是关于这位新晋百万富翁的。用餐期间，我坐在餐桌旁，基本保持安静。我不确定是否有人真正关心我所说的话。每个人看起来都很高兴，至少可以说，与特怀拉的会面令人大开眼界。就像特蕾西前一天所做的那样，当我告诉特怀拉贾克斯把他数百万财产中的大部分遗赠给我时，他尖叫起来。对你，不是你和特蕾西。特怀拉突然严肃地像心脏病发作一样问道。是啊，只有我。这有什么区别？我的一切都是他的，他的一切都是我的，对吧？我问。不完全是。尽管你已经结婚了，但这个请求是专门向你提出的，所以你，而不是你和你的妻子，可以完全控制这笔钱，他开始说道。等等，我打断道。你是在告诉我，我可以决定，只有我，如何处理这笔钱？没错。既然你说过你不想保留这笔钱，那么你可以把钱捐出去，但请记住，你必须先纳税。还记得吗？我告诉过你，暂时不要离婚。这就是原因，你可以把钱都给。但是如果你提出离婚，这笔钱就会被计入你的资产，并被分割。所以，缴纳税款，捐出钱，6个月后你将不得不分割你拥有的所有资产，但遗产早已消失。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特维拉带着妖艳的笑容说道。哦，你知道吗？州内一个私人团体持有一个基金，用于帮助因公殉职的警察的遗孀和子女。天才，纯粹的天才。我惊讶地说。是的，也许你自己去度假，这样在你为他服务之前，没有人能找到你。卖掉房子，缴纳税款，用这笔钱来资助你的假期，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会把大部分留给我，而不是我们俩？我问。我没有，但根据你对他的评价，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我想他会对你感到非常内疚，所以他会把钱单独留给你，作为一种姿态，认为他知道离婚即将来临，我会和你的妻子分摊这笔钱。特怀拉高声说道。他从来没有想到你会有智慧和耐心来完成这件事。感谢图埃拉和他使用的税务专家，我顺利地完成了这件事，但非常安静。几周后，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家时，我发现特蕾西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哭泣，一边翻着照片，显然沉浸在悲伤之中。我不应该对他拥有大量冒险照片宝库感到惊讶，毕竟他一整年都给我和女儿们寄了一堆照片。我假装没注意到，上楼去换衣服，但另一个计划却在我的脑海里萌芽。我的妻子就像一个拿着手机的15岁女孩，她一直在上面，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除了她每天晚上睡觉前洗澡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一听到淋浴的声音，就走进客房，拿走了她的手机。我不得不承认，我很惊讶她没有密码保护。然后我进入她的照片应用程序，并删除了所有内容，像个恶毒的母狗一样暗自窃笑。几分钟后，当我也删除了他在云端的所有旅行照片时，我还在家庭活动室里咯咯笑。就在我快要结束的时候，特蕾西走进了房间，湿漉漉的头发上裹着一条毛巾。和往常一样，我没有跟他打招呼。我们很少说话，除了交换信息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没有尝试和我说话。有什么好笑的？
雷恩？他问道。你在看办公室的另一次重播吗？猫魔音，我回答道，点击我隐藏的屏幕并将其放大。我快速地将屏幕转向他的方向，然后又转向我自己。相信我，我知道我很幼稚，但地狱不会像一个被欺骗的人那样愤怒。我可能不像某些人那样是一个尖叫的疯子，但当我被割伤时，我和其他人一样流血。我想我应该预料到这一点，但2天后的晚上，我走进家门，发现了我家里所有飓风的根源。你这个王八蛋混蛋！当我从车库跨过门槛进屋时，他对我尖叫。我不敢相信你竟然这么做了。我所有的照片，贾克斯和我的每一张照片，告诉我你已经把它们备份并藏在某个地方了。拜托！我看着他泪流满面、心烦意乱的脸。你可能会认为贾克斯又死了一次。你告诉我，当他离开后，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因素，但你却不断地看他的照片，重温你的冒险经历。我看过你的每一张照片，那就是你给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带来的不仅仅是安慰，我断言。但他现在已经走了，我再也拿不回那些照片了，你这个小混蛋。他哭了，我若无其事地耸耸肩。说实话，我根本没在意。你不能成为小事的仲裁者，我平静地说。接下来的2天里，特蕾西一直对我咆哮。我从来没有背对过他，实际上是担心自己的安全。我确保在晚上以及我不在房间里的任何时候锁上卧室的门。特蕾西总是在周6早上去杂货店购物。他离开时，我正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喝一杯咖啡，直到那天我们谁都没有说过任何话。不到5分钟，我就叫了一辆优步，带着一个大行李箱和一个随身行李下楼，他就走了。我苦苦思索了很久，想在要留下的纸条上对他说些什么，但最后我除了操你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所以我决定不写了，留下任何注释。我想那天晚些时候，当我没有回家时，他会明白的。晚上9点左右，他终于明白了，至少那是第一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当我到达葡萄牙里斯本时，当我重新打开手机时，发现又打了3个电话。我还发现我女儿们各打来1个电话。我听了留言，但没有回复任何电话。嘿，我当时正在度假。由于特蕾西在休假旅行后还没有回去工作，所以我知道周一早上当流程服务员出现时，他会在家里。在过去的6个月里，我做了所有陈词滥调的离婚事情，比如分开我们的财务和取消我们的联名信用卡。如果他不做买兰博基尼这样的蠢事，这仍然足以让他维持1年的生活。里斯本时间下午4点左右，我接到了 Twyla 的电话。当我的电话响了时，我正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享用干红葡萄酒和2种奶酪。据我的服务员说，他不太能接受事情。我们寒暄完毕后，特怀拉说道，他特别不同意你提出通奸罪，尽管这对和解没有影响。我的服务员说，他们2个进行通奸类活动的照片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你是否也像我们讨论的那样，通过电子邮件将这些内容发送给我的女儿们，并分别发送给我的女婿？我问。出于某种原因，我的女儿们似乎认为他与贾克斯发生性关系是一种仁慈的使命。我想确保他们看到他非常仁慈。我想确保我的女婿们能够看到他们的妻子认为今晚应该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讨论。我按照客户的指示做了，并使用了适当的措辞。特怀拉说。谢谢你，我轻声说。我并不为此感到自豪，但我厌倦了被称为坏人。他作弊了，但不知怎的，我就是坏人。8周后，当我回到家时，我已经晒黑了，休息得很好。特蕾西跑进厨房，当他看到我的脸时，突然停了下来。不，这不会是他所希望的幸福重逢。我不了解你，但我真的最喜欢葡萄牙和法国南部，我说。但我想，如果我带了一个像你一样的家伙，我可能会更享受这一切。他瞪了我一眼，然后皱起鼻子，好像闻到了某种恶臭的味道。你终于克制自己了吗？他叫道。现在我们可以停止这种胡言乱语，并回到我们身边了。你知道我会做任何事来补偿你。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为什么要回到我们身边？
如果你能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将近1年，那显然不太好。我说，他快要死了，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安慰他的事情。他说，声音的音调和音量都提高了。这场令人厌倦的争吵比贾克斯持续的时间更长。仅仅因为他快要死了，你并没有理由单方面决定操他1年。你是我的妻子，我们发誓，你不拥有我的身体，我拥有。我说，谁在什么时候得到它？他尖叫道，错了。当我们发誓放弃所有其他人时，我们就拥有了彼此的身体。我说，他试图离婚，最终请了律师。他的律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对我们所有的资产进行核算，包括共同资产和单独资产。我的律师向我报告说，他的律师花了1天的时间才给特怀拉打电话，询问我把贾克斯留给我的钱藏在哪里。罗伯逊先生，这笔钱已经没了好几个月了。我的委托人不想靠妻子卖淫赚来的钱致富，所以在纳税后，他把钱捐给了州警察寡妇和孤儿基金会。特怀拉他告诉他不能这么做。特蕾西的律师喊道，那笔钱是他们2个人的，他不能乱花。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可以使用他们的联名账户，但最需要考虑的事情是，这笔钱直接留给了我的客户，而不是作为婚姻单位的我的客户和他的妻子。我想他有权对此提出异议，但考虑到这笔钱已经在慈善机构的账户上存了半年多了，他看起来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偷走圣诞节的格林奇。特怀拉说，该慈善机构的律师在接受礼物之前仔细研究了这一点。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向媒体透露这一点。在特怀拉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律师询问这笔钱的事情后，大约1个小时，我的电话开始爆炸。自从他第一次踏上冒险之旅以来，我一直没有回复他与我联系的任何尝试，而且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改变我的政策。此后不久，我的孩子们就开始打电话，尽管我知道电话的内容，但我仍然接听了。天啊，爸爸，你肯定没有把贾克斯叔叔的钱都捐出去，是吗？认真的吗？史黛拉对着电话一半问道，一半尖叫。我确实做到了，斯特尔，我愉快地回答。该基金的人们非常兴奋。我觉得贾克斯也会对这笔捐款感到高兴。但是爸爸，你知道他会希望妈妈能得到一些钱。他爱妈妈，斯特拉哭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宝贝，他爱我的妻子，他也爱她。我的妻子。我想你可以爱任何你想爱的人，但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你爱另一个人的配偶。事情至于他，我是他唯一应该爱的人，这样他就不尊重我了。我说，度假回来几天后，我搬进了一套公寓，因为我知道一旦他发现我花了贾克斯的钱，事情就会大发雷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后来我捐了钱的消息就传开了。我的大多数警察朋友都认为我疯了。我花了很多时间向这些人以及其他人向我解释我的想法。我很惊讶，这么多人认为他们有权向我表达他们对我如何花钱的看法。因此，我回来后就很少出去社交了。我的生活已经变成工作和家庭。我的女儿们根本没有来看望我，他们对我向特雷西提起诉讼并捐出贾克斯的钱感到不满。但我的女婿们偶尔会来看我。洛里的丈夫格兰特偷偷地来看我，但斯特拉的丈夫阿贝尔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女儿，他不会因为特雷西是个荡妇而抛弃我。他告诉我，他和我女儿的婚姻如履薄冰，因为他不断地维护我出轨的妻子。我只是想知道我的一天什么时候到来。爸爸，有一天晚上，当我们在甲板上喝了几杯啤酒时，他告诉我，他必须知道妈妈的做法是不对的。我希望他只是表达支持，而不是真正同意妈妈的做法。阿贝尔说，有一天晚上，特怀拉带着一瓶格兰杰单一麦芽威士忌和一块5000块拼图来拜访。我知道你还没有正式离婚 ，Rain， 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好女人都在寻找像你这样的好男人。可以这么说，你应该走出去，把脚趾伸进池塘里。我并不是说你需要像你的妻子一样彻底放荡，但自从你几个月前提出申请以来，没有人，好吧，
几乎没有人会责怪你试图寻找一些陪伴。特怀拉说：“你知道，你没有像你已故的前伴侣那样有写作癖，这太糟糕了，因为这整件事会成为一本地狱般的书。我的意思是，有一大堆你不知道的细节，因为你的妻子永远不会告诉你，但你知道的足够多，足以构成一部好小说的骨架，并且可以用你的想象力来填补其余部分。” Rain 扬起眉毛表示承认，然后他举起手机笑了。我知道的比他想象的要多一点。我的前伴侣喜欢时不时地把它擦在我脸上。我说，希腊有一个3人行，新西兰有几个毛利警察。我有这2个人的视频。你从来没有告诉过你的律师这件事吗？他问道，声音里带着几分责备。我知道我们不需要他们来获得我们需要的东西，我回答道，直视着特怀拉的眼睛。不过，我并不是圣人。我并不是说我永远不会使用它们。这回轮到特怀拉扬起眉毛了。每次我们聚在一起，我都能学到新东西，他说。我想的越多，我就越不得不承认我喜欢特怀拉写书的想法。毕竟，我有时间，因为我一生中要做的就是工作。如果贾克斯能做到，而且我当然知道他不是文学天才，那么我就知道我能做到，特别是因为我已经掌握了故事的骨架。2个月后，我正式成为自由人。我在我最喜欢的餐厅订了位，并给特怀拉打了电话。他现在正式不再是我的律师了。你还记得我的电话号码？真好，他接起电话时说道。我假设你打电话是为了庆祝成为一个自由人。你确实意识到几乎每个人都在自由日给我打电话吗？我想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尽管它很有道理，我回答道。但是你的前客户中有多少人打电话约你出去约会？我已经预定了今晚7点在 Cyrano's 的房间。我知道通知时间很短，但我不想给你机会考虑这是一个以甜蜜的方式拒绝的好借口。但这并没有给我机会回家换上漂亮的衣服去约会，他抗议道。你忘记了，我知道你上班时总是穿着得体，我回答道。但我更喜欢在晚上外出时穿得不那么律师，他说。我很确定之后，我可以在我家找到一些不那么律师的饮料和甜点，我说。那么，我该如何拒绝呢？他说。我知道他会穿得很漂亮，所以我穿上了深蓝色西装，这是我33年来的第一次约会。我不得不承认，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16岁的大二学生，即将与艾玛·威索基 Emma Wysocki 第一次约会。现在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在我应该去接他之前，大约15分钟我就吐了。他给了我他在镇上最豪华的地方的地址，这并不令我感到惊讶，因为自从15年前与出轨的配偶离婚以来，他是一位成功的律师，独自生活。令我惊讶的是，当他开门时，他的穿着几乎不像律师。他穿着一件栗色低胸连衣裙，裙摆高过膝盖几英寸，细腰收得很紧，随着他的移动，裙子似乎随着他的流动而流动。自从我认识他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他赤褐色的头发垂下来，垂到肩膀上。哦，我低声说道，但显然没有太多。那我就把这当作是一种恭维。他的声音带着快乐的轻快说道。为了做好准备，我提前出发了。我承认我有1分钟失去了冷静。我公然地上下打量他，就像他是一块牛排，而我是一头饥饿的狮子一样。我意识到他正在看着我。我希望我没有流口水。我明白了 ，Rain， 他轻声说道。我知道你缺乏练习。我保证今晚会对你放松一。我伸手握住他的手，我们就出发了。正如他在担任我的律师时向我展示的那样，特怀拉很有魅力，风趣，聪明。这个夜晚与我永远经历过的任何一个夜晚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要批评特雷西，只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联系这么久了。特怀拉象征着我生命中的一股新鲜空气。我们每人点了一块芝士蛋糕，然后我开车送他回我的公寓。我煮了咖啡，给我们俩倒了一杯百利甜酒。Rain， 我可以借那件衬衫吗？特维拉轻声说道。你知道，我承诺的事情越不律师。哦，是的，我一边说，一边开始解开我的白色衬衫的扣子。
他拿走了我的衬衫，消失在浴室里几分钟。当他出来时，他把裙子搭在胳膊上，手里拿着高跟鞋。衬衫的扣子解开到腰部，看起来这里面只剩下他的内裤了。我立刻开始变得坚硬。当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喝咖啡、吃芝士蛋糕时，他知道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芝士蛋糕做好5分钟后，我们在沙发上激烈的接吻。几分钟后，他穿的衬衫就消失了，紧接着他的内裤也消失了。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把他的身体向后靠，把他的腿举到我的肩膀上，然后一头扎进我在过去30年里吃的第一个不是特蕾西的阴户。距离我上次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已经过去18个多月了。我非常担心自己无法发挥出最佳状态，而且我非常想为这个女人发挥出最佳状态。我一开始用扁平、宽大的舌头舔她的开口，然后很快停下来让她赶上。她尖叫着，全身痉挛，消耗了她近1分钟。当我第2次这样做时，她用大腿锁住我的头，并试图将我的头从肩膀上推下来。有一次我抬起头，看到她的眼睛向后翻，被弓得很大。我知道所有的女人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尽量关注特怀拉喜欢的东西。当我得到她第5次尖叫的高潮后，我稍微向上移动，这样我就可以用我的舌头到达她的阴蒂，然后开始按下她的快感按钮。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和一个像特怀拉这样反应敏捷的女人在一起过。在我不得不停下来之前，我又给了她5次高潮，这样她就不会因为脑震荡而把我送进医院，也不会用她的液体淹死我。我爬上她的身体，将我坚硬的鸡巴排成一行，然后插入我曾2次尝试过的最性感的阴户。我不确定我能坚持多久，考虑到我上次做爱已经有多久了，但我决定第1次我应该表现得更有攻击性，更用身体。当我们进行得很顺利时，他突然停下来问我是否有润滑油。操，我从来没有想过。幸运的是，他为我们俩考虑的足够多，并起身取回了他放在钱包里的管子。对不起，我应该……别担心，宝贝，现在回床上去吧。我们都不是年轻人，我们又努力了大约20分钟，然后才真正努力起来。当我失去控制时，我们正在接吻，但不知怎的，当我把我的东西倒在他体内时，特怀拉却能把他的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当我们完成后，我离开了他的身体，我们在沙发上依偎在一起，像孩子一样咯咯地笑。20分钟后，特怀拉告诉我他应该回到自己的住处过夜，因为他早上还得去上班。我完全明白了，尽管我直到下午3点才上线。我想让你知道，我不和任何人上床，而你是我第1个这样做的前客户，他告诉我。而且，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又学到了一些新东西。我觉得自己脸红了，我希望这是一种恭维。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我可以再给你打电话吗？我问，知道我听起来像一只迷路的小狗。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会崩溃的，他说。但如果你想在这个领域打上一段时间，我完全可以理解。不，我们看看事情会怎样。我知道每个人都会告诉我慢慢来，但为什么我不能慢慢来和你在一起？如果我喜欢巧克力冰淇淋，为什么我需要在我吃第2碗巧克力之前先尝尝香草？我说，是的，我确实这么说过，这让我永远感到羞耻。但他咯咯地笑了，然后说他同意了。我们约好下周6晚上，那是我休息的第2天。写书对我来说太遥远了，这太荒谬了。我的意思是，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写过数百份报告，但这就是我的写作经验的范围。我也从未写过任何小说界的东西。警方的报告完全是非虚构的，只是事实，女士。没有风格，语法很好，但不是必须的。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读过相当多的小说，包括贾克斯的全部6本书。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贾克斯能做到的话，与贾克斯相比，我的一个优势是我经历过这个特定的故事，或者至少经历过很多。是的，我不知道特蕾西的一面，但话又说回来，因为这是虚构的，我真的要把它虚构出来。我试图光明正大的行事，但没有成功，它让我的女儿们远离了我。
我是时候不再做一个好人了。这意味着我也会利用特蕾西额外的课外闲逛来对付他。写下我所经历的故事的部分远非宣泄，事实上，这是彻头彻尾的伤害。有时我会写10分钟，然后从办公桌上站起来，砸碎一些东西，通常是咖啡杯。当我打碎8个陶器杯中的最后一个时，我去了沃尔玛，发现了一套硬塑料坚不可摧的杯子。在完成初稿之前，我只销毁了8个中的6个。我保持理智的一种方法，就是对我的荡妇的冒险进行过度的探索。除了他在环球旅行中与他垂死的性伙伴发生性关系外，我还让他和另外2大男人发生性关系，包括3人行和贾克斯给我发的多张照片和视频的新西兰轮奸。像我一样了解特蕾西，我很确定他不知道贾克斯给我发了那些照片。我想他会发现的。我让 Twyla 帮我读了第1遍。律师通常都很善于言辞，而且我相信他对品味的判断。我知道有些地方我会越界，有时我需要有人把我拉回来。他质疑的第一件事是我选择使用 Tracy 作为书中出轨妻子的名字。他知道真相是对诽谤和诽谤的辩护，但以我前妻的名字命名第2主角几乎会引发诉讼，这仍然会消耗金钱。从本质上来说，你就是在以戴绿帽子的身份出柜，他说。当他环游世界欺骗你时，你做得非常谨慎，但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在屋顶上大喊大叫。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的孩子，但自从他们跳上了特蕾西的疯狂火车后，我觉得没有必要成为他们的进攻线。来点闪电战吧，我说。与特怀拉约会6个月后，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我想与之共度余生的女人。当我提出要求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6个月后，我们举行了一场小型婚礼。我搬进了她的房子，我们俩的生活都在继续，除了当我觉得我的书已经完成时，我联系了贾克斯的出版商。我并不太自豪地使用贾克斯的名字以及我与他的联系，这是我以前的朋友能为我做的最起码的事情。他的出版商喜欢我的前几章，并让我将整本书发送给公司的一位内部编辑。他进行了17000次编辑，并让我完全重写了2个不同的章节，但最终他非常热情地推荐了这份手稿。我让我的房屋律师，最近更名为 Twyla Rainwater， 代表我谈判一些条款，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他们的第1个报价，因为作为一个新人，我没有谈判筹码。我想业界称我写的东西为谨慎以色列者。观众大多是40岁以上的女性。让我们面对现实吧，40岁以下的人不再读书了。尽管如此，我的开膛手还是在几周内完成了第1次限量印刷，出版商将下一次印刷的数量增加了2倍。我不会假装了解图书行业，但出版公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又印了3本我的书，它成为惊喜畅销书。谁知道？你是怎么知道3人行和毛利人的事的 ，Rain？ 新书出版几个月后，当我接电话时，特蕾西轻声问道：“我知道你写的大部分内容纯粹是为了吸引读者而写的，但你确实有2个部分完全正确，而且我不相信巧合。谁放弃了我？”那一刻，我的脑子里闪过100万个想法。做一个好人不是其中之一。你的爱人，我严厉地说。这个愚蠢的混蛋给我发了2次约会的视频，他只是因为你的不忠而在我脸上蹭了蹭。哦，上帝，不！我从来没想过让你看到这个，他说。对不起，我确信你是，我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在你脸上抹过它，从来没有给女孩们看，即使她们为你辩护。但那已经结束了。我会告诉他们真相，当他们要求时给他们看视频。他们会的。我能做些什么来让你不要给女孩们看这些视频吗？他问道。有过，但你不够聪明，没能在正确的时间做到这一点。现在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我评论道。过了1周，我的小女儿才打来电话，她快疯了。我知道这应该是虚构的，爸爸，但你知道，当你写下它时，很多人都会认为那是妈妈，而你却把它说成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荡妇。我对你的看法更好，洛里通过电话给我讲课。这并不全是虚构的，我说。
有些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知道你不想听，所以我就发给你2个事件的视频，我会等你的道歉，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些视频发给你了。视频给你姐姐看，她也可以到。我挂断电话并发送了2个视频，加起来，他们大约有30分钟长。大约35分钟后，我的电话响了。我没有看来电显示，立即接听。我很抱歉，爸爸，我不想相信妈妈会那样伤害你。帮助贾克斯叔叔是一回事，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说。事实上，宝贝，对他来说，帮助贾克斯叔叔并不是一回事。他和贾克斯叔叔一起欺骗了我，而他生病并不是一个好的理由。他欺骗了我，因为他想这样做。故事结束，我吐出一句。大约1个小时后，我收到了第2次道歉，我流下了很多眼泪。我希望事情不必是这样，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并没有直接通过出售我的书而致富，但当一家大型电影制片厂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并将其拍成电影时，我就变得富有了。事实上，他们给了我足够的钱，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立即退休，而我做到了。我仍在工作的唯一原因是离婚使我从部队延迟了3年。这部电影大约1年后拍摄完成，我作为剧本顾问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费用。电影又过了大约9个月才上映，然后粉丝们就真的受到了打击。正如特怀拉向我解释的那样，阅读这些文字是一回事，观看表演完全是另一回事。实际上，这是更糟糕的事情。哇，爸爸，你有必要走那么远吗？我的大女儿在电话里问道。我很确定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谈话，我纠正道。你的母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又在责备信使了。对不起，爸爸。他轻声回答。只是你和特怀拉过着很好的生活，而他却不多。他的选择，宝贝。行动会产生后果。她选择走出家门，和一个男人而不是她的丈夫一起环游世界，度过欢乐的1年。我爱她。我警告过她。她不够爱我不去做。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她认为她可以鱼与熊掌兼得。见鬼，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她毁了我的生活。如果我没有找到特怀拉，我的生活将是可悲的。你妈妈做出了她的选择，把我抛弃了。我不会浪费1秒钟的时间来担心她的生活会怎样。背景音乐开始变得响亮。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有点像新奥尔良的狂欢节。特怀拉和我决定，我们需要自己环游世界。我很抱歉，宝贝，但是音乐太大声了，无法继续说话。请为家里的每个人尽力而为。我稍后再和你说话。我说，我们的故事到这里就暂停了。我希望它能给你一种解脱的感觉。生活有起有落，但每一次跌倒，每一次心痛，都成为我们恢复活力和成长之旅的一部分。即使在困难时期，请记住，您有力量重新站起来，而且您永远不会真正孤单。如果您需要与人交谈，请随时与我们联系，甚至可以在评论部分中进行联系。您可能会从走过类似道路的人那里找到建议或安慰，他们的话可能正是您所需要的。感谢您与我们一起走过这个故事，我们期待在下一章中与您并肩作战。生活的美丽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重新出现。